雪岩初涉军械生意困难重重，而李鸿章拒绝帮忙，丁日昌恶意捣乱，更是让胡雪岩筹钱购买军械一事难上加难。无奈之下，胡雪岩只好另辟蹊径。他巧妙地利用一位别人眼中无足轻重的人物，便借到了他经商生涯中的第一笔巨额贷款。那么，作为商人，胡雪岩是如何慧眼识珠，利用他人之所长为自己斡旋借款呢？而为了保住所购军械，胡雪岩又使出了哪些策略呢？台湾师范大学曾仕强教授为我们带来系列节目《曾仕强评胡雪岩》，敬请收看第4集《见机行事》。一日，李鸿章前往租界赴会，就在赴会之时，胡雪岩空运找到了李鸿章，并把左宗棠要求协助购买军火、建立常捷军的书信交给了李大人。那就读一下吧。他要丁日昌念信，一方面也在告诉胡璇说，你不要以为说有了左大人的信就会对我产生多大的压力，也没有。你看我根本不在乎嘛，我叫他念一念嘛，我自己看都不看。胡雪岩写信件请求李鸿章帮助未果后，便立刻赶往戏馆约见与会。雪岩为什么要和与会交往？他不是很忙吗？我们都记得雪岩交代陈强，这样到了上海安定住了以后，你们找一个花女花女，什么花女啊？花女就是现在的交际花。透过花女的介绍，你把人际网络把它展开，然后才能够发展业务。现在他自己来到上海，他看到与会是一个可以利用，所以他再怎么忙，他也要跟与会交往，因为这就是他要做的正经事。他不是说闲来无事找个女人到花园里面去晃一晃，绝不是这样。他跟与会交往是他的公事的一部分，是正当的业务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过程。与会小姐，听说您上海的钱庄界非常熟悉，我想请小姐从中帮我斡旋。不知你要借多少银子啊？50万两吧。那么多呀！雪岩一开口就要借50万两，与会为什么很惊讶？实际上，与会他是不了解的，借钱只怕借少，不怕借多。你看银行一听到说你要借很少的钱，他就看不起你，要借，可见你没有偿还的能力，他就不重视了。你如果要借很多的钱，他就觉得你这个人了不得啊！你既然敢开口，就表示你有偿还能力，那这是个很好的客户，他说不定就派专人来了。当然了，当时的情况以及议会他平常的经验，他不见得会了解这个道理，所以他会很惊讶。有个唐廷枢，虽是颐和洋行的买办，可他也要替汇丰银行揽生意的。我去找他。雪岩能够结识小姐，真是三生有幸。胡先生，您过奖。您知道，现在的官场得以立足，除了有才人相伴，哪又少得了女人相陪？我只不过是苦在一旁听来的罢了。我想等杭州一旦收复，便在上海和杭州开办钱庄。到那时候，小姐无需再落入风尘，任人摆布。快就负许承诺，这是为什么？我们有好几种想法，一种说他们两个很来电一见钟情我真的不相信这种事情。你雪岩跟议会有什么好来电的？有什么好一见钟情的？两个人都是很世故的人嘛，又不是年轻小伙子。你也可以说他们两个是干柴烈火，那就更没有这回事了。他们两个还自己到这个地步，那怎么干嘛呢？
那就是互相利用嘛，手段挺严嘛。他们两个没有什么真感情的，哪有什么真感情的？他只是说血缘利用玉慧是利用他的人脉，玉慧利用血缘是说我好不容易抓到一个大头，我可以脱离我那个苦海，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？虽然玉慧同意帮助胡雪岩在上海银行界斡旋借款，但程翔和泽云得知借款的数额后，都非常担心。以咱的名义借那么多钱，泽云，你说这行吗？啊？大哥，大哥，这也太冒险了吧！万一这仗要是打不胜，咱命都得搭上。陈强生意嘛，担心云为什么反而先说出来？陈强还是比较沉稳，他什么事情他会考虑的比较周到，他也比较守分，他会知道什么时候该讲，讲到什么地步，他会自控制。泽云就不是的，泽云的个性老喜欢怪别人，老喜欢埋怨，这是他最大的弱点。其实这两个人都蛮有才华的，在商业上也都很有经验，但是你可以看出来这两个人跟雪原相比，那显然一直告诉我们，虽然是同一个窝出来的，但是每一个人学习的态度、经验的积累，将来是大大不相同的。泽云黄就直截了当跟雪原讲，各位，如果你是雪原，你是比较喜欢泽云还是比较喜欢陈强？当然比较喜欢陈强了。你泽云说出来，哪怕你再有道理，他都是不高兴的。所以有些事情呢，自己看了以后，要把它当一个借鉴来调整自己的习惯，否则的话，所谓的后果你自己都要承担，你推不掉的。次日，玉慧来访，打算与胡雪岩一起前去借款。玉慧小姐，何苦以步当车？我们小姐往常出去，老板都是根据约主而订车的。这次私下里约了先生，气得不得了。把轿子抬到正面。现在轿子是有了，可是轿夫还没有过到。这么着，让小姐委屈一下，我和程翔来抬轿。程翔，来，我没抬过。雪原要抬轿，陈强为什么不愿意？胡雪原他除了脑筋灵光、手脚勤劳之外，他还有一个特点，他很会讨人喜欢。你看他见了左宗棠，就得到左宗棠的赏识跟支持。他见了王将军，王将军本来是对他很反感的，慢慢的他见了谁，他都有他一套方法，不是讨好，也不是拍马屁，是讨人喜欢。这个讨人喜欢是很有学问的。胡璇在这方面表现得可圈可点，所以他就，我们把它叫做什么，就是低声下气，他就放下身段，他甚至为玉慧抬轿，他都愿意做。你想看玉慧他是什么样的人，他受这样的待遇，他不是心花怒放吗？但是陈强就不愿意了。陈强心里想，我还跟你抬轿子，所以他就说我不会抬。他的心情跟雪原是不一样的。可是呢，陈强如果在这方面多学习一点，他可能对雪原的帮助会更大。当然也有后遗症了。那万一呢，玉慧喜欢上陈强，那不糟糕了吗？那不越搞越乱吗？所以任何事情呢，我倒是觉得有一好必有一坏，有一利必有一弊，我们不要勉强要求全比较好。胡雪岩亲自抬着玉慧去见唐廷枢，而唐廷枢得知玉慧的来意后，也爽快地答应帮忙。那什么时候才能说定呢？
现在就算说定了。唐廷书答应的很爽快，他真的有把握，他本来就在做这种事情嘛，这是他主要的业务。现在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好的可靠的这个客户，让他举手之劳，有什么不好？但是他不会这样讲，他会觉得说，很关心怎么个谢法。按3厘提取佣金，您看怎么样？哈，那是自然的。还有呢？你除了给我的中介费以外，我还要你。其实他摆明这样讲的。所以有时候啊，一个女人在外面经商，常常啊，又破财又失身，就是她有这么一个氛围在。当然，玉慧很会应付。唐先生，事成之后再说，好吗？他假装听不到，他就拖，有时候会很有用的，啊，拖到最后就不了了之了。这些我们是没有办法避免的，因为全世界都是一样。啊，做生意是不是要色？是不是要淫？就是喝酒、声色，有不同的看法。我有不同的朋友，他们是不同的派系。有一类认为说根本就甩不开，你离开那个就别做生意。但是有一派我也知道，他说我不需要这样，我就是正正当当做生意，我不喝酒，我不跟女人扯在一起，说非怎么样不可。只不过雪原当时的状况很可能比较特殊，因为他没有别的路走。当一个人没有别的选择的时候，他只好孤注一掷，他只好走这条路。就在玉慧见过唐廷书后不久，胡雪岩便成功得到了银行的贷款。程祥，哎，你马上陪着王将军去德国的泰来洋行去看货。好，泽云，马上置办好鱼和旌旗，你们去忙吧。啊，是东家，东家。柳春祥和谭志云为什么异口同声喊雪原东家？当然这有两面的意思，一个是两个怕承担责任，你这么大的钱借到是借到，将来垮了，那我们全家当场连命都赔掉了，那干脆叫你东家，你自己要负责好了。当然他们两个有没有这种意思，我们不敢说，也许是没有。那没有是什么呢？没有就是说人家负那么大责任，人家有那么大的能量，能够借到这么多的钱，我们当然应该把它当作东家。我觉得这种成分应该是比较大一点，因为以他们两个的个性，还不至于说，把责任推得干净，还不至于。是内心的一种尊敬，认为他是有当东家的这种气派，我们应该就称他一声东家，从此立个规矩。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种方式。那雪原刚开始愣了一下，后来他也知道说，就这么办吧。成功了，是我们大家的；失败了，是我东家的。雪原借到银票，为什么把它排开放在桌子上？老实讲，这是雪原一生的转折点。他以前当跑街的，虽然说阅历很广，但是吃尽苦头，人家根本就不把他放在眼里。现在他好不容易贷到了这么大一批款，他要重新登上另外一个台阶，好好的去发展，所以他非常珍惜这个机会。他把银票放在桌子上，跪下来。其实他是当天发誓，说老天爷，你帮我忙，我借到这么多钱，我要好好用它，我不会乱花，你放心。我倒很佩服他这种决心。
吴雪岩在玉慧的帮助下，顺利得到银行贷款之后，便立刻差人将玉慧赎出，并纳她为妻。咱要是回去，怎么和嫂夫人、老太太讲这话呢？怎么说呢？这用你说啊？陈强担心怎么向老太太交代，泽云却不担心，这是为什么？雪原贷到款，也顺便把玉慧接到钱庄里面来，两个人等于是同律。那最敏感的当然是陈强跟泽云，因为他们两个知道这种事情呢，将来老太太知道了以后，一定怪他们的。说你们两个在他旁边，你也不给我通风报信，你们两个也不劝劝他。我觉得中国人向来是这样子，就说一有事情，责任往外推，然后骂人。所以他们两个心里老早有这个准备，迟早是跑不掉的。那为什么这两个人反应不一样？其实很简单，就是因为陈强他跟雪原这两家人平常来往的比较多，所以陈强就知道老太太要骂，一定先骂他。那泽云他反正他心里想也不会骂我嘛，先骂你嘛，那就说哎呀，这个不用担心了，就他们家里的事情。我想他也只好这样，不然怎么办？如果泽云说对哦，你要小心一点哦，将来骂你，那不是更制造紧张气氛吗？所以很多事情呢，我们要从很多方面去想，不要老你钻牛角尖。一个人他讲话为什么这样讲？讲了以后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？我们比较宽广一点去想他，那大家就不会有那么大的压力。吴雪岩有了银行借贷的50万两白银，很快就制备起了建立长解军所需的枪炮装备。而李鸿章得知这一消息后，十分恼火。谁说左宗棠没有眼力啊？这就要嫁给野狗，懂吧？李鸿章说家狗没有野狗恨是什么用意？意思就是说丁日昌你对胡璇他们要狠一点，你看你这个家狗有什么用？人家野狗那么恨，他也会这样做，因为他跟左宗棠是处于这种竞争的状况，那不是我起来就是你起来了，这个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。他也知道丁日昌的能力很有限，可是他又不方便挣钱换将，因为换了一个人，说不定还要从头摸起，那更麻烦。所以在这种矛盾的情况之下呢，他一方面骂丁日昌，一方面还是不断的要照顾他，就是这个道理。李鸿章大骂丁日昌，丁日昌自觉毫无颜面，便趁胡雪岩装运军火之时，带人前来捣乱。雪原躲在里面，不敢出来和丁日昌见面，和当年的任老板有什么两样？大家回想一下，当年任老板躲起来的时候，雪原是怎么样挺身而出，最后被任老板对那种情景。现在丁日昌来了，要查封你的军火，你是钱庄，里面怎么会有军火呢？他也是躲起来，他不躲起来怎么办？但是很显然的，他躲起来跟当年任老板躲起来状况是不一样的。他在里面非常注意外面的动静，不断的在想我要怎么突破当前的困境，有没有什么救星？果然不出所料，郭大人及时出现。各位会不会觉得说，哎呀，这真是老师都不是这个样子，哪里是这个样子的？郭大人怎么会临时出现？他又不是神仙。那是王先生一看知识其大，花了那么多银子买了这些军火，眼看又要落入丁日昌的袋里面去，他怎么不急？他就想到当时左宗棠交给他们两个人2封信，一封是给李鸿章的，一封就是给郭大人的。二话不说，赶紧找到郭大人。那郭大人义不容辞啊，他就及时出现，才化解了那个困境。我们不要寄望太多什么凑巧啊、
老天会保佑啊。老天保佑是鼓励自己，是安慰自己的话，不能依赖的，这样就对了。那个度要自己去掌握。你可以求，你可以自己说老天保佑，但是你不能依赖，要自己想尽办法去突破困境。雪原他在里面没有闲着，他不动脑筋。也许他派人去找王将军，叫王将军赶快去找救兵，也不一定，因为我们不知道嘛。否则怎么会那么巧？就在紧要关头，派遣郭大人，郭大人就出现了。你真是狗眼看人低呀，耍威风，耍错了地方。回去告诉李鸿章、李合肥，我虽是苏松两楚道兼两淮盐运使，可是将军胜败，嘿嘿，我还是要管错。郭大人为什么骂丁日昌狗眼看人低？郭大人呢，我们可以了解到，他对李鸿章也是一肚子不服气的。他心里想，大家都是为国家做事情，你为什么那么蛮横？你为什么对左大人要那样子的紧迫？他也觉得很奇怪，没必要吧？所以他很自然的会站在左宗棠这一边。这个时候，左宗棠的信又及时给他，他就有了面子，有了面子，他自然他就挺身而出。在官场啊，只要高他一阶啊，你就管到他了。我们已经讲过了，你管到他，他就怕你。所以你看，丁日昌现在看到郭大人乖乖的，也在那里伏在地上不敢抬头。同时呢，胡旋看到郭大人来了，他也跪下去。这个时候，郭大人只讲一句话：免。宗棠所派之事，岂能与小人同拜啊？哎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那就是当面给丁日昌难看了。丁日昌也很清楚啊，这时候他如果逞强，他就倒霉了。所以他说是，还是那句老话了：人在屋檐下，不得不低头。这个时候形势啊，对郭大人是有利的。那郭大人气势一高，左宗棠他就力道就透过郭大人的身上发挥出来。那也提醒丁日昌说，我再闹下去，可能李鸿章也不高兴，因为他不能明得来嘛。所以他当时就二话不说，服服帖帖的遵照郭大人的指示。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天天开心，时时快乐，但是《易经》里的豫卦却告诫我们，快乐也要适时适度，因为物极必反，乐极生悲。然而，快乐本是人生的美好追求，难道还要控制自己不去享受快乐吗？请继续关注《乐极生悲》。